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因为美德是一个很冷门的字眼，我们已经不谈这件事了。哎，我出说话之道，我会出一本叫做《美德之道》吗？不会，卖不了200本的，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觉得它很过时。可是，奇葩说。对方为
我就是。是有美德的人。我很在乎这个辩题，就是刚才马东讲的很。对于美德的向往，我们将来死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比较宁静。男神当之无愧。听完康永哥的话，我觉得他说今天的男神是苏有朋，欢迎。有朋导演最近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个是他转型做导演之后的第2部的大作了。是，其实有朋导演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尝试不同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好死不死，每年暑假都会重播还映，所以呢，这个努力会格外的艰辛。因为有朋导演呢不太爱多聊之前的辉煌，不聊《还珠格格》，我们就聊聊紫薇格格。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电影的女主角是心如，对不对？是的，是林心如。但是我注意到发表这个女主角的时间，相对于2位男主角来讲晚了很多。是为什么这么晚的发布女主角？这个整个电影的定调还是算是双男主，2个男主的高智商对决这样子。那为什么为了邀请王凯，要跑到云南去找他3次？去邀请他，因为他红啊。为了请一个人来奇葩说，我也去了3次啊。谁啊？谁这么大胆？3顾茅厕嘛。为什么找何炅就要3顾，找我就2顾啊？是，没关系。哭什么呀？他其实很忙，所以他差点档期没有办法来配合我们的拍摄，所以我亲自去求他的这样。你用到了“求”这个词。是啊，
怎么办呢？他现在又有演技，又有颜值，又有魅力的这种男神不多了吗？你的心目中一共有多少个男神啊，康永哥也是男神呢。既然要讲场面话，咱们就不聊了。不一样领域的男神嘛，也许人家是真心的呢。这当然是真心的。康永说也许。我想问一下，私下里问你，私下这是私下做梦啊你！小声点。好好好，你心里面真的有男神吗？有谁呀？你呀？既然要说场面话，要什么就别话就不聊了。那么我们也预祝导演的这个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可以得到大家支持，好不好？好。那么要开始今天的辩论了。首先，当然感谢我们的冠名商，掏出来搞，小米手机，谢谢，冠名播出。感谢奶后土真言的纯真3酿奶对我们节目的联合赞助播出，谢谢。每一期会有2位导师下凡去辩论，那么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奖励。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今天的辩题，来，请看。我是佩佩，29岁，摩羯座。从小爸妈就教育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给别人瞎添麻烦。我甚至有一个外号，叫村口独行侠。佩佩，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们在一起吧。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哎，佩佩，你可是去车站，我帮你领了吧？就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的帮我拿东西，我都怕你折了。而且你刚刚新婚，面色发黄，小腿打颤，应该没少做家庭运动吧？万一不小心闪了腰，那就不行，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用了。他这人咋这样？但有时候总免不了有人来给我添麻烦。佩佩，我这2天搬新家，我可不可以去你们家借宿几天呀？住我家？怎么可以提出这么没有礼貌的要求？虽然他空窗20多年也没有人照顾，但是明明1张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不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吗？不行，佩佩，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么冷漠？就自己一个人过去吧。难道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一种美德吗？我觉得我参加的这一场是马来西亚专场。我们会是你的麻烦吗？跟他们2个做队友，我觉得完全不麻烦，更何况对方还有艾丽，我觉得他是整场比赛最大的麻烦。那在奇葩说的辩场上，我确实是个麻烦，所以这次为了第4季奇葩说我能变得好，我专门去健身房学了拳击，学拳击和辩论。我觉得我们今年会有麻烦。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以及奶后土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不是一种美德？我们首先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来投票。我们100位的观众，你们觉得是不是美德呢？请投票。新趴资格战。本赛段每场比赛2位老奇葩陪1位新奇葩进行对战，获胜队得奖金，2位新趴中表现更优异者晋级，另一人待定。6场比赛后，导师从待定池中复活剩余人选，最终8位新奇葩进入下一赛段。好，3、2、1。有60位的观众觉得是美德，支持正方；有40位的观众觉得不是美德，支持反方。那么今天有个特别情况，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马来仔3位进入到我们的辩论当中，所以呢，为了公平起见，不管你们谁表现得更为出色，大家都一起进入到待定。好，我们今天要下凡辩论的2位导师是谁呢？康永哥是正方，是美德；罗老师是反方，不是美德。好，那我们也问问其他2位导师的意见好了。全林，你觉得是吗？不给别人添麻烦。罗康在哪里，我就不在哪里。哎呦，女人心海底针，哇，真的是啊！我跟罗老师在一起，你不在我这边了，跟着你的心走，你死定了。我在正方。为什么不可以3个导师跟他1个人对？对呀。好，那我们男神的想法呢？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有高见，我其实很想洗耳恭听。在这，我只是想给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是网综。
所有在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提示，就是我觉得这个辩题可能有2个关键，一个什么叫做别人，亲人算不算别人？什么样子的亲疏关系的朋友叫做别人？这可能是一个这个辩题的关键点。专业哦，厉害。还有第2个，什么叫做添麻烦？这个麻烦已经到了麻烦的程度，他就不是只是帮我递杯水、帮我个小忙这不叫麻烦。他刚刚那2句话就是给我们辩论的人添麻烦啊。好，那么我们就请2位导师带着麻烦下凡。哇，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罗老师，就咱们这个身材特别不适合把扣系上，敞开就出了东西。对，但是你系上，它也还是呼之欲出。好，少方先发言，所以是黄喜来，欢迎他。黄喜，马来西亚叛逆小子，必杀技一句话绕晕你。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美德，这是我的辩题。我举个例子，如今你早上睡醒的时候，你有呼吸吗？有。自己呼吸还是别人帮你人工呼吸？自己。没有添麻烦，美德。你早上怎么从酒店走来这里的？自己走过来的。没有人刚你吧？没有。美德。为什么他们的美德可以这样容易的？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美德。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以是美德的吗？好，讲完他们这些是荒谬的之后，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论点。不给别人添麻烦，它不是美德。为什么？人与人在日常生活相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交情、我们的羁绊，都是通过互相给麻烦、互相解决彼此的麻烦建立起来的。你们也试过吧？第一年认识一个新人的时候，你叫他拿一瓶水来，你都会说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不好意思，拿瓶水给我好吗？不好意思。但是熟了之后，你就不会了嘛？为什么？因为当你熟悉了对方之后，彼此已经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你可以放肆的给对方麻烦，对方也可以放肆的给你麻烦，而且我们也是很乐意的为对方解决麻烦，而对方也很乐意的为你解决麻烦。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我们才会说，哦，这2个人的交情好嘛？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直给人家麻烦的人，还是很缺德的这种人。这个缺德的行为跟给麻烦是没有关系的。怎么说？一个人他好吃懒做，他缺德的是因为他很懒惰，他好吃懒做，而不是给麻烦的这个行为。谢谢。好，下面到正方来。看来黄喜太紧张，给队伍添了麻烦。其实黄喜刚才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说，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都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的。你早上起来吸一口空气，你有给人添麻烦吗？没有。你走过来，你有给别人添麻烦吗？没有。我们是自己走过来，不是别人扛过来的。所以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做了都叫美德，这个美德没有味道。他讲的是这个。哇！但是美德是什么？美德这种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主要形容的就是一件好事，好事可以大可以小。打个比方，黄金它可以大也可以小，但是黄金大的时候很大，小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像灰尘，是不是？老师是吗？谢谢。所以美德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大可以小。虽然在你眼中，你觉得很多事情很琐碎，你觉得它不足以叫美德，可是它确实是我自己完成的，是一件好事。第一点。第二点，黄喜还告诉我们，维系感情的时候，往往都是你给一点麻烦我，我给一点麻烦你，你叫我递一杯水，我给你递一杯水，这样子把感情联系起来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感情联系不可以纯聊天啊？他没有麻烦，你不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吗？这是对方错误的认知。来，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点。什么叫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因为它是所有美德的母亲。是所有美德的根基。
你们想一下，我们人生中有所有的美德是什么？诚实啦、谦虚啦、孝顺，这些的终极目标是要什么？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比如诚实，小时候那个华盛顿他砍树砍的那个葡萄树的时候，樱桃树，葡萄不长树，你给华盛顿添麻烦。他砍那个樱桃树的时候，我们问他谁砍的，他自己说我砍的，这事情就了了。因为他诚实，但是如果这时候他说黄喜砍的，我们就去骂黄喜，我讲不是我，是宇欢砍的，不是我，是兵友砍的，搞出一大堆事情来，他给别人添麻烦。所以诚实的目标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再举个例子，谦虚，谦虚看起来不像吧？还是，你想一下，那些成绩很好的同学，我们的妈妈问他，哎，小明你考多少分啊？100分。如果小明懂得谦虚一点，哎呀，我考到1般而已啦，他是不是没有给我添麻烦？这都行啊？可以。当然行。他没有谦虚，结果他给我添了麻烦。这根基目标还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那请问你，如果所有的美德，他们的母亲美德之母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是美德呢？哎，可爱。对，我已经说完了，谢谢。好，宇欢。贺宇欢，马来西亚叛逆小子，必杀技，瞅你咋的。首先，我要对如今讲几句话。我对你这2个字失望，因为昨天晚上你在房间里面背的稿不是这样的。导致我非常后悔，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给你喝纯真酸牛奶，不然就会吐真言。再来，兵友，我对你是有信任的，我希望等下讲出来的点是昨天晚上我跟你在房间里面看的点是同一个。再来，如今你说诚实跟谦虚都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你是不给自己添麻烦。你用华盛顿的例子，到底谁砍了那个樱桃树？但是他诚实的话，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他知道他爸爸喜欢诚实的孩子。第2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他手上还拿着那个斧头呢？所以你只是不为自己添麻烦，你没有不给别人添麻烦。OK， 那进入我方的论点。从小到大，我们都常听到长辈跟我们说什么？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可以了。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和我分工再怎么细，它都会出现一个灰色地带。那个灰色地带产生出来的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解决的。我打个比方，在我工作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我们是专门负责家庭法的。但是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老婆呢就要跟这个老公离婚，这个老公呢还把老婆公司里面的钱全部偷走了。家庭法是我熟悉的，但是商业法、刑事法都是我不熟悉的这个法律的范畴。那这件事情应该谁做呢？我选择了去麻烦我的同事，他是在商业部门的，看看能不能提供更好的意见给这个老婆。我们谈社会分工制，不是天然就设计成只要你完成你的部分，我完成我的部分，那整个事情就可以成型了。你范畴和我的范畴之间的灰色地带是必须要通过我们互相的麻烦，我就麻烦你，你来麻烦我，才能把整个事情都整合起来。马薇薇，劳驾你帮你方1辩和2辩都翻译一下啊。好，没问题。我们分3个点来翻译我方1辩、2辩之间的内容。我们第1辩呢，它讲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社会实际上是人情构成的社会，而人情的诞生源于我们不分彼此才有了情。所以你给我添添麻烦，我给你添添麻烦，我们才能成为麻烦和谐的一家人。紧接着第2个论点，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很多人会感觉说我权责分明了，我就可以很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实际上，权责无论多么分明，人际关系、合作、工作之中都会出现灰色地带。比如说他刚才举的婚姻法、商法、公司法之间的例子，每一个律师都会负责不同的专业领域，共同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要添麻烦问我，我要添麻烦问你？如果每一块都按照分工和奖金来算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吵分工，从而导致整个案子不能得到归纳。好，我们再紧接着看你的第3个论点到底是啥？给我看一眼。第3个论点也
也很简单。他说啊，还有一种人是非常苛刻的人，他喜欢对别人工作高要求。可能有朋导演或者说我们这个康永哥在做导演的时候，要求就不会随随便便。苛刻的导演是特别爱给人添麻烦的，妆不对不行，发型不对不行，光不对不行。哎呀，你这个表情不到位，快点重来一遍。这种人看上去是在给别人添麻烦，实际上他是对一个行业服务水准要求的不断提升，可以使人进一步的发展起来。谢谢。好，下面了，来。好，我来直接回答吧薇薇姐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灰色地带，有很多活是分不清的。那我自己干就行了，你干嘛把活推给别人呢？对不对？朋友之间互相添麻烦，好，但问题是解决别人的麻烦是美德，是我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美德。我们把主动方给搞反了。好，那么再说一下刚才说的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啊。其实人类不断的进步史就是灰色地带变得越来越狭窄的历史。我们就是在进行分工明确，不同人干不同的活，不要互相添麻烦。我是个农民，我种好地；你是个面包商，你做好你的面包，我们互相交换，社会不断进步。但如果我今天地没种好，我说来，你帮个手，帮我种下地；明天你面包没好，来，我帮你做下面包啊。那谁都进步不了，所以我们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个慢慢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史。回答完了。好，那现在说一下我的自己的观点，我特别想从美德这2个字深入分析一下。各位朋友，我们成年人之间互相讲话，会说美德吗？说你要做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是一种美德。你以为你是陈明啊，对吧？或者我真的互相损，这是到同一方也吵不着。所以我们成年人之间其实做事不会谈美德。一说到美德呢，我们一般是给孩子讲啊，就是将来如果你有孩子，您会不会跟您的孩子讲说，哎，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呢？我觉得我会。不添麻烦不仅仅说所有事要自力更生，而是我在问别人的时候，我会想一下对方的感受，而不是一切以我为中心。有人想鼓掌就鼓吧，我刚才好像听见了。好，谢谢。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家长给孩子讲的最多一句话是：你出门在外不要吃亏。为啥我们现在熊孩子那么多？要装那种熊孩子，对吧？压根儿不在乎你感受。你出去。然后呢，你想在飞机上稍微休息一下，大吵大闹，然后你去公共场合，小孩到处随地大小便。最气人的是，每次我特别想管，你猜家长说啥？家长说不要压抑孩子的天性啊！对，我特别生气，因为我说你怎么能随便引用甜甜姐的话呢？啊，他当时不是这么想的啊，所以一直怼自己这边的人。如果我们不给孩子讲，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熊孩子，长大以后呢，会变成那种特别讨厌的室友。我认为最讨厌的一类室友就是说个啥话都带一个语气词，就是背。比如你去吃饭，说哎，帮忙打个饭呗啊；你去打水，然后你说哎，帮忙打杯水呗；你去打扫宿舍卫生，他说哎，你帮我也扫一下呗。我说呗，来。不是，这个成语你是在哪儿学的？所以大家很烦这种人，对不对？就是他总觉得好像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件啥事儿，特别讨厌。将来我有孩子了，我会说，孩子，一个人一生啊，其实就是解决麻烦的过程。你能力足够大，你就去解决天下所有的麻烦；你能力不够大，你先解决你自己家里的麻烦。但你能力再差，你起码做到一点，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因为记住，不添麻烦是一种美德。非常好。来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人想骑他的？之后是。好了，那来马薇薇。我们今天在聊美德，对方一直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混淆美德，什么呢？叫做优点。实际上，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优点，而不是一种美德。就好像美丽是一种优点，而不是一种美德；身体好是一种优点，不是一种美德；有钱是一种优点，不是一种美德。他说：“为什么呀？这些听起来都棒棒的，我好喜欢有这些特点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是美德呢？因为美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
是我们每一个出身不同、长相不同、高矮不同，可是只要活着，我就可以通过努力约束自己达到的状态。如果你告诉我这些优点才是美德的话，那我问你，我天生不美，我能不能通过努力达到美德的状态呢？有可能，它是一种虚伪的。都是自己人。今天都流行怼自己了。所以美德作为一种社会指标，它毕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弱势群体，可能在不同方面都是弱势群体。什么意思？一个老人坐公车，他需要有人让座，而他天生受的教养差，身体又不好，这个时候他不能客客气气的跟你说谢谢，同时也又不能站起来说我自己可以。这到底是一种能力的缺陷，还是一种品德的缺陷呢？所以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不给人添麻烦是能力之差，不是品德之差。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做个不添麻烦的人。当你穷途末路的时候，你又希望世界充满爱。然后当你有余力的时候，你说不给人添麻烦是美德。做人不能双标狗啊。所以如果你认为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美德，你其实在扼杀了所有无能者的生路。而所有无能者请注意，终有一天也会包括你我。谢谢。可以七夕吗？可以。根据你说的定义，无能者应该是没有能力的人吧？对，能力相对匮乏。无能者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不得已麻烦别人，还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然后觉得给人家添麻烦也无所谓？其实没有人会觉得求人是无所谓的，求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面子受损。可是有一种人，给人家添麻烦的时候，还是会有羞耻心吧？照你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会有羞耻心来自于他觉得他自己缺乏美德。羞耻心来自于我比别人差，我不能自我照顾。你刚刚说，如果我们把不麻烦别人当成是一种美德的话，我们会封死了这些没有能力的人的路。对，路边有一个乞丐，如果是不得已沦落到必须要乞讨之后，我们给他们钱，就是因为我们体谅到这个人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所以我们给他们钱的时候，我们没有自认为高尚，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的不得已，我们给他一个钱，让他暂时度过这个困难。如果他四肢健全，看起来营养比我还要好，肢体比我还要健全，我过去的时候我会有我的判断，就是我不会给这个人钱，而且我会在心中怀疑你是不是在占我们的便宜，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路边平白无故的乞讨？这个是两者的差异，就是能不能跟心里面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是两回事。美德是关于心态，而不是关于能力，这是你刚刚整个论点最大的一个基础上的错误。好，谢谢两位，谢谢，来，请坐。好，来，冰友，加油。叶冰友，马来西亚叛逆小子，必杀技彼得夫人。我要建立自己的 style， 我就是叛逆。其实今天来到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在讨论着什么东西是美德。我们知道人有很多的劣根性，人很容易有贪心，人很容易有自私，人很容易觉得自己麻烦的事情让人家去做，我自己轻松一点，感觉比较不错，比较爽。而美德的存在，它就是去对应跟对付这些人的劣根性。所以说穿了，美德有一个特质，叫要求你自制，叫约束你自己的欲望，不要纵使你的欲望去操控你的人生跟你的肉体，这是美德当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你们觉得，数学题遇到不会，哎呀，这个很难 ，x 加 y 是什么？问隔壁同学好了，方便简单。但是为什么你不要想一想，自己努力去解一解？因为给别人做方便嘛。所以人有很多时候会贪方便。如果我们把不给别人添麻烦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想一想你的这个行动会不会为别人带来什么伤害，会不会别人带来什么痛苦。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幸运很多。就是跟大家讲，当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为你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的时候，你会尽力去追逐，在想的每一件小事情之中，你都会尽量去做。就好像想一想，你妈妈在你3岁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帮你责备，对不对？可是你慢慢长大之后，你要想一想，你妈妈也老了，你妈妈也开始会走不动，你妈妈也开始会腰酸背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起来第一件事是想什么？不想为妈妈添麻烦，你开始自己折起背来了。妈妈老了，她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好好去煮一顿饭给你吃了，你不给她添麻烦，你自己煮给自己吃，顺便煮给你妈妈吃。换位思考，先想别人，再想自己，这不是美德吗？还有一句话，麻烦是人人都不想要的事情，对不对？你不想受到麻烦，那为什么你会想给别人麻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谢谢。好，我们看看，来志忠。什么叫麻烦？就是该我做的事我不做，那让别人做，那叫添麻烦。举个例子，你也能够理解，有人不管是生理上的困难，还是心理上的困难，还是环境上的困难，可是当我们发觉他虽然有很多人帮忙，可在努力想要让别人不用帮他这么多的过程，其实我们都会说他很了不起。比如说，我可能生下来耳朵不方便，我很需要别人照顾，可是我努力学了手语啊，努力学了唇语，对不对？好让我少麻烦别人一点。或者是我虽然很穷，需要别人的接济，可是我的努力的过程当中，让我能够逐渐迈向自立自强的过程，这是感动的，这是了不起的，这是样板。样板从何而来呢？它当中展现的德性从何而来呢？就是你该给人添麻烦的，可是你减少了别人的麻烦，这已经了不起了。如果你能哪天做到像蔡宗老师一样，他几乎可以不用麻烦人，甚至觉得这只是一个差异，这不是个缺陷的时候，我们说超了不起。好，来我们这边吴老师来好，吴老师。其实我认为今天双方，你可以构建2个完全不同形态的道德社会。一种形态的道德社会是对方价值观主张下的道德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我们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我们把麻烦别人看作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个社会可以这样子运作吗？可以，非常自立，非常独立。但是还有一种我想象中也许是更温暖的道德型社会，那就是大家不会把麻烦这件事情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尽管麻烦你，但是我麻烦你了之后，我会努力寻找机会去补偿你。我不会把麻烦你这一件事情看作是多么的邪恶，或者在道德上有亏损。我只把麻烦你这件事情视作是，原来我们都是自己人。你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分外见外吗？你最要好的朋友，他出了事儿的时候，他可以麻烦你的时候，他不来麻烦你，这时你会走过去跟他说，不是兄弟吗？我觉得2种社会形态都 OK， 都挺好。不过我觉得后者也许会让我们活得比较温暖一些吧。好，我们可以说话吗？当然呀。因为这康永国说完了，我们就没话可说了。那个，来吧。其实我觉得刚才建彪说的特别对，我们举2个典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和中国人的。
一个特别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但是他碰到了我这么一个特别爱给他添麻烦的人，还特别希望他也能给我添麻烦，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所以无论他一会儿说什么，其实我们感情是非常好。你其实特别给人这就是添麻烦交情。完了。你辩个论，搞得我浑身不舒服。对，那个我其实本来不是我们的主场，不该我们说这么多话哈。对。但为什么我特坚持要说2句呢？其实跟这个地域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上海人。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陈琳，你知道我怎么听怎么像说你来我们家吃饭我很舒服，但我去你们家吃饭你不太舒服，听起来就有点问题了，是吧？我们俩的边界是我去你们家吃饭，我要先想想你舒不舒服。你来我们家吃饭，你可以直问我舒不舒服，我告诉你不舒服。所以还是你可以吃我的，我不能吃你的呗。那现在我们有请夏凡导师再次结辩。首先是康永哥来。好。往日有一个大亨叫做杜月笙，杜月笙讲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他说：“从来都不麻烦别人，那不叫做人情；
人情是你麻烦了人家，然后你懂得怎么还人家，那才叫做人情。这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觉得它很过时。可是，奇人际关系，就是罗振宇老师在另外一次的奇葩说当中提过，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我们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我甚至跟每一个奇葩选手，我跟你比较熟，我跟冰友比较不熟，所以你拜托我事情的时候，我会答应的比较快，冰友会比较不敢找我做事情，因为他跟我不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不一样了。高晓松敢叫我做的事情，罗振宇不一定敢叫我做，因为我们还不够那么熟。所以我开他玩笑的时候，我也会比跟开高晓松玩笑要小心一点。就是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如果一旦超过了那个分寸，你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了。蔡聪去坐车的时候，一个陌生的路人会把座位让给他，这是他跟一个陌生的路人中间所具备的人际关系该有的事情，那不叫添麻烦。可是，如果蔡聪在别人让座给他，然后蔡聪坐下来之后，蔡聪开口说：“我找。”
人是有美德的人。我很在乎这个辩题，就是刚才马东讲的很好。好了，咱们3个都在正方的嘛。哦，好，现在该反方的你说了。我本来以为最后辩会占点便宜，差点被康永哥说服，还没有。挣扎一下啊，最后挣扎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出的实在是太好，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个每个人都懂的词儿，但是这个词儿你发现你不大常用，它到底在描述什么？大家不自觉的会回到定义它。好，我想了一下，我过去几年，我每一次用到这个词儿，都是在一种情况下，就是别人帮了我一个忙，然后我说：“哎呦，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是不是？每个人几乎都是在这个语境下使用这个词儿。请问，我缺德了吗？那这个语境其实很好理解嘛，翻译一下嘛。给别人添麻烦，就是发生了一次协作之后，我们互相应该表达的态度。就像我们来到奇葩说录制，临走，我会不会跟马东说：“哎，给你添麻烦了啊，谢谢啊，您受累。”哎，他也会说类似的话。所以给别人添麻烦，本质上是协作，这是很清晰的定义。好，当我们正本清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2件事情会发生。刚才对方辩友特别想把麻烦体现为一种怎么说呢，对别人的伤害啊，甭管是轻的还是重的。但是人类社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人类是会协作的。对呀。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给您添个麻烦”，然后我们完成协作。所以人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巧妙的机制，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上帝怎么会这么聪明安排了这个机制，叫我知蜜糖，人知毒药。举个例子说，我今天如果要掏出小米手机搞事情，我发现没电了。OK， 要给各位添麻烦，谁有充电器啊？我愿意花500块钱买你的充电器用1个小时，因为下一个电话对我非常重要。我给您添麻烦了，500块钱可能对你是笔钱，但是充电器给我用1个小时，对你什么都不是。但这1个小时充电对我非常重要，这是人类社会繁荣到今天的基本机制。它怎么可能跟美德相关呢？康永哥，一会儿我会解释美德这个事儿。其实这是第一件事，没有关系，反正你也没有机会说，我可以说，我知道。第2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赤条条生下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资源，
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叫发行社交货币。发行一个货币，就是给别人添个麻烦。怎么发行社交货币？我举一个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奇葩说》录制完，我回去的路上是午夜2点，然后突然来了一条微信，马东发的，说今天的录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建议，你告诉我。他群发的。我作证。我懂。瞬间，像我们这样的老江湖，4个念头冒出来。第一个念头，给我添麻烦，因为你明知道我也没啥意见，有意见我也说了。第二，会来事儿。第三，一定是群发。第四，能做到这么细致，兄弟佩服。这4个念头同时浮现出来，从一个麻烦开始，从我佩服他这个人结束，这就叫发行社交货币。添麻烦是我们最正常的发行的方式。好，下面我们来谈美德。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写一本关于美德的书，但是我觉得往美德的那个长长的名单里添加一样新东西，还是要小心。美德这张名单已经很长了，善良，包括全玲讲的对自我的克制，包括勤奋等等。谁在美德的名单当中，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曾经有过一条叫不给别人添麻烦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现场真的一会儿大家要投票，把这一条添进去的话，我觉得要小心，因为有可能它不符合人类的基本智慧方式。我知道中国的一代中学生都是在考场上被训练出来的，他们进入工作单位之后，因为我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知道他们最大的缺陷是，他们有强烈的考场思维。他们觉得领导给他的一切任务都在考他，拿出成绩单，然后你得表扬我，你得激励我，这是一个闭环。他忘了一件事情，从考场到单位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任何考试题、任何考试，你都可以去抄啊。就这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叫什么？叫求助，叫协作。如果有人给马东出了一道题，请做一档叫《奇葩说》的节目，他一个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然后玩他一人，那就是中国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进入单位的基本思维方式。但是马东学会的是什么？无论何炅愿意不愿意，我进入他的厕所叫三顾茅厕。对他，甚至我觉得要比他刚才讲的什么你到我家吃饭我觉得很舒服，不，你就不舒服，你就是不愿意来，你躲到厕所里，我追进去，我给你添麻烦，最后我成功的说服你了 ，OK， 最后皆大欢喜，这叫发行社交货币，这叫一切都可以打小抄，这是真实的社会。2个瞬间，我结束我这一段发言。第一个瞬间发生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里，一个父亲在送他的孩子远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要借钱给别人，也不要找别人借钱。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嘱托。还有一个瞬间是27年前，我上大学，我的父亲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说爹妈再帮不了你了，自己一人闯江湖去了，10几岁，学会4个字，学会求助。27年后，我觉得我的父亲比《哈姆雷特》那部戏里的父亲要睿智、聪明、伟大。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立场是对的。我
我还是觉得以后我必须要逼我们场上2位不下凡辩论的导师亮出自己的天花板，不能让马东这种人来回跑。但是你没关系啊，你待会儿你再想想，我先请观众投票，待会儿你再说说问题。好，现在亲爱的各位观众，我们这么多人发表了自己观点之后，你们有没有改变呢？请选择。3、2、1。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说出你的辩论观点。加入奇葩说吧，说出你的辛辣观点。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一起比比起来。泡圈、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微信关注米味小卖部，买好厉害薯条，看新老奇葩斗智斗勇，吃好厉害薯条，数你厉害。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西门，讨论节目辩题，看节目未播花絮，共赴有趣的高潮。我们先不公布答案，我们来听听看有朋的观点。刚刚我觉得罗老师说的东西其实听起来很正确，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逃离康永哥讲的这个大范围。康永哥其实定义了，不是不能求助，是基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你有没有超过我们人际关系 ，X for more， 超过我们人际关系的东西，那个叫做添麻烦。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是不应该添麻烦，而不是不应该建构人际关系或是求助。我觉得点在这里。这么冷静啊，我男神。要不然怎么做男神呢？男神好厉害，来，请你出好厉害薯条。来，谢谢。我觉得施永鹏当了导演之后，真的会发现，导演是一个特别需要向人家求助的工作。当导演之后，如果你不拓展人际关系，然后不好意思向专业的人求助，你根本完成不了事情。所以的确是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新的经验。可是那个并不是添麻烦的，对，那个不是麻烦，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建立专业上的互相对合理范围内。最后想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又来了。不是段子，我是觉得，因为我今天听到一个我不同意的观点，就是说很有能力的人不会给别人添麻烦。我前一段时间就被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添了麻烦。他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朋友，他听说我来奇葩说之后，他就给我添麻烦，要我弄一张奇葩说的门票。后来我就要到了这个门票，但是搞笑的是，我终于要到了，要给那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听听看他对我们节目的那个表扬嘛，我就说亲爱的，你为什么想来奇葩说啊？他说因为我喜欢高晓松。